亲爱的灵魂家人，对待爱情我们充满着期待，所以今天的占卜我们来看一下，谁想和你谈恋爱呢？身边隐藏着怎样的一个缘分？这个人出现了吗？还是说在未来什么时间出现？你们会在什么地点相遇呢？让我们提前准备好，面对美好的幸福爱情来临吧。所以今天的这个占卜呢，我们就来预测一下你的新恋人，你的新恋情。那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组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然后进行能量的牌卡选择。首先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谁想和我谈恋爱呢？这个人是谁？这份感情会有怎样的未来呢？感谢你的提示，我将接收美好爱情，接收幸福。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选择好，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在聆听占卜之前，记得在公屏打出来接受幸福，感谢宇宙的安排，表达对宇宙的感恩之情，提升我们小小的能量。好，那现在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谁想要和你谈恋爱呢？那么首先我们出现了很优雅的女人这张牌卡哦。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她很温柔，很体贴，关怀照顾他人，注重自己的形象，容貌呢应该是比较精致，比较漂亮的，站姿啊坐姿啊都是很端庄，很注重礼节，很有礼貌，很有气质。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呢，他应该也是形象很好，站姿坐姿都非常的挺拔，说话呢也是轻声细语的，不会特别的直男，不会是不解风情，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跟他在一起呢，应该是比较舒服的，他呢应该也会很洋气哦。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一张愉快的信，可能你跟他之间会在线上、网络上，或者是手机通讯上面有一段时间的思想交流，慢慢的更多的认识彼此，更多的去了解对方是怎样的人，喜欢怎样的人，两个人是否是合拍的，你们可能会在三观上面有蛮多的一些互动沟通的。在语言沟通之后呢，他也许就会通过短信或者是网络上面这个软件交往的一些方式哦，慢慢的告诉你他对你的感觉，然后再看到你是开心的收到他的这个试探消息之后呢，他就会在线下去跟你面对面的邀约，正式的向你告白。所以最刚开始呢，他可能会通过邮件啦，或者是一些信件的方式呢，告诉你他对你的真心。这个人他是想跟你正式的交往，完全不是想要玩爱情游戏啊，或者是短暂的暧昧哦，他是想要跟你建立可以开花结果、建立家庭婚姻的这个心态的，所以是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谨慎。他也会尽可能的在你面前很真诚的去表达自我。我们这边出现了隐士这张牌卡，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聪明，并且注重隐私的人。当他开始跟你讲他的一些隐私，他心里真实的一些感觉之后呢，那就代表他开始信任你了，他开始想要跟你建立忠诚的关系了。他是一个喜欢独处、喜欢不断自我反省的人，不用去
看他当下是否是完美的，因为呢，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他经历的丰富，他是会不断的给自己高要求，不断的去更改自己可能生活上面的一些小毛病呀，思想上面的一些消极的状态，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是一个不断进化、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人，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会越来越优秀。除此之外呢，他是很注重自己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的，不会是一个特别肤浅的人，只注重自己的外貌打扮，更多的可能是去学习、了解不同的文化，增加自己的技能，增加自己的才能，去增长自己的竞争力。是一个想法很通透的人，不会随波逐流，大众都在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而不是他也有一些比较质疑，一些会自我怀疑、疑问的状况。如果大众都在做一件事情，他就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事情，去思考事情，所以是比较大气，格局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他也会很聪明，他也是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这个人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的，他很懂人性，他因为自己的能力是不断增强的，所以会给周围的人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呀。他的做事情也是比较高效率、有魅力的。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会保持足够的热情去实现目标的达成。所以他在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 或者是公司的领导人物。身边呢是有人像小狗狗一样的，是对他崇拜的、听话的，可能身边也是有一些团队的追随者，也代表着他是一个愿意去分享自己的财富、分享自己的项目、分享自己快乐的人，会给周围人更多的一些激励啊，或者是给周围的人带来更好的一个价值。所以在金钱上面他也很大方慷慨，他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世界、很注重物质世界的富足的，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世界的成功，他也是追求自己内心是否是满足的，是否是积极的，是否是乐观的，心态呢也会不断的去修行的更好。那他做事情呢不太急躁，不会急于求成，更多的耐心、踏实、务实，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获取成功，慢慢的去积累财富。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去学习理财，去学习一些金融知识，让自己有足够的金钱储备。那么到一定的年纪，有好的项目的时候，他就可以再投资了。或者是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会给自己储备一些这种紧急资金，每个月比如说拿10%的工资拿出来，那放到股票里面，或者是放到一些长期的投资项目里，让他呢可以有耐心的慢慢的去获取金钱上面的富足。所以心态也是很好，也代表他很享受生活，很懂得感恩，会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也会不断的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是一个勇敢有决心的人。如果面前有任何机会出现的话呢，他都会牢牢的抓住，不管是自己的事业也好，还是感情也好，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是会向对方去靠近，慢慢的去赢得对方的心的，不会是很直白的就去追求哦，而是更多的展现自己的魅力，更多的让对方看到他好的品格修养，是一个懂得抓住缘分，遇到事情呢就去解决事情，解决问题，不会逃避，而是越挫越勇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那么他的情商呢也是比较高的，他很懂得如何去结识朋友，他也会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参加一些聚会啊，拓展自己的人脉。
很懂得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那哪些人呢是好朋友，是可以依靠的？那哪些人呢是玩伴，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去旅行，一起去玩耍的？那哪些朋友呢是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人脉，未来可以合作的？他心里面呢都划分得非常的清楚，他也愿意其实多和家人相聚啊，多和朋友相聚啊，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分享自己的成就。所以懂得语言沟通，那懂得人情世故，那也很懂得如何去俘获人心，让自己老板啊、自己同事啊，或者是爱情恋人的爸爸妈妈如何喜欢他，他都是比较懂的。那这一点是比较好，很可以值得放心，不会是一个特别直白或者是单纯的人，还是有一定的人生经历跟经验的，而且也是一个不断的在人生里面成长的人，这一点很好哦，是一个未来可以获得成就的一个潜力股。即使你遇见他的时候呢，他也许还没有多少的一些成功哦，但是呢他会在一定年纪之后收获精神物质上面的丰盛富足的，绝对是一个未来会成为有钱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好，因为他很懂得人情世故啦，所以呢他会投其所好，收买人心，金钱物质上面呢是非常大方慷慨的，所以他不会仅仅是在那边夸夸其谈的告诉你，甜言蜜语的告诉你他喜欢你，仅此而已。他会去做真实务实的一些动作，会送你礼物，会送你除了一些浪漫的惊喜，玫瑰这个巧克力之外呢，他还会去带你去豪华的餐厅，可能带你去旅行，购买一些奢华的物品给你，不停的给你意外惊喜，不停的让你看到他的真性，让你看到他对你呢是充满着关怀的。他给周围的人呢都会带来欢乐，都会带来庆祝，是有趣的灵魂。他内心里面呢也是非常想要照顾你，非常想要保护你的，特别受不了你被别人欺负。同时他也会给你传递一个讯息，就是不要去在意别人说了什么，那都是别人想说的权利，他想说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最主要的是你自己不生气，你自己开开心心的左耳进右耳出就好了。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于很多事情呢都是平心静气的，特别的大气，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是因为别人讲了一两句话就不开心，内心呢是比较强，比较坚定的，而且他也很多时候享受独自的时间。你们两个人之间呢，在一起之后也会比较自由，他不会给予你任何的束缚，也不会24小时随时大家都缠绵在一起。爱情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不是雪中送炭的事，所以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很自由自在，很舒服，去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事业上面。恋爱之后呢，他也是这种状态，只不过更多的会跟你一起分享，那他可能会减少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跟你呢有更多在一起的时间。他也会很尊重你的梦想，你的期待，不会因为你们恋爱了，你们在一起了，你就需要去改变你的生活状态，而是有更多在一起的合作，更多在一起快乐。他会觉得感情呢实际上是一种合作关系，两人可以促进彼此更多思想上面的成长，生活更加的美好，但是依然要有个人独自的时间跟空间，这一点他觉得非常的重要。
而且呢，他是一个很自我爱的人，他会先爱自己，然后在自己足够的富足、快乐、满足之后，才能把这份爱分享给他人。其实这个想法也是非常的成熟的，自爱是很重要的。他也提醒你在感情里面呢，不要忘记关爱、尊重自己了，因为只有在自己内心充满爱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更好的去爱别人，才可以维持健康的关系。在情感里面，他愿意去做妥协，他愿意呢去为了双方可以稳定持久的感情，他多多少少去做一些改变，而且他不愿意去忽视你的感觉，他也会很在意你的情绪，他会给你带来好的情绪价值。即使你们两个人出现矛盾啊，或者是出现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不会跟你吵架哦，他不会发脾气，他会尽可能的让两个人好好的坦诚的去沟通，讲出来你对他的不满意，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呢，大家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可以共同的去碰撞，可以很和平的去沟通交流，这样才是一种君子之间的情感互动关系，而不是很幼稚的发小脾气呀，或者是讲一些难听的话语呀。所以很难看到他讲脏话，或者是很难看到他脾气暴走的那一面，他都会很成熟理智的去处理。在感情里面呢，他有自己比较冷静客观的那个脾气特性，这一点很好。好，那么接下来呢，你们已经认识了吗？我们这边出现宝剑五这张牌卡，可能当下呢，你们都还没有认识，因为你们在关注自我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在，也许是你，或者是他，可能还正在疗愈自己，从过去的情感经历里面去学习呀，去成长啊，去给自己增加更多的安全感，看到呢可能自己不足的那一面，知道未来呢要挑选更加适合自己的恋人。他希望呢在真正投入到感情里面不要太过于的慌张，而是慢慢的来，先有这种思想上面的磨合，会看对方是否跟自己在思想上面可以达到沟通，可以达到磨合的人。如果两个人的差距太大的话呢，他是不愿意投入到情感关系里面的。当下呢，你们还没有见面，还没有成为朋友，还没有聚会过，所以宇宙呢也提醒你哦，可以在当下去尝试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参加一些新的活动或者是聚会，有认识这个人的新机会，保持开放的一个心态，相信在适当的时机就会遇见自己适合的这个恋人了。那么我们出现的数字呢有5，那很有可能是在5天之内，或者是5个礼拜之内，或者是5个月之内，也有可能你看到视频之后的这个秋天的时间，你就会遇到这一个人。总体的来讲呢，目前呢你们都在提升更积极的一些生活态度哦。对于未来的感情发展，大家都是充满希望的，也会有更多顺其自然，轻松自在，对于感情不想要有任何束缚控制的能量，在达到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又不担心，无忧无虑的这种心态之后，你们就会相见了。所以两个人呢都会在心态特别健康的时候相遇，那个时候呢大家交流起来就非常的自在。那么你们相遇的地方又会是在哪里呢？好，第一张牌卡工作，很可能认识这个人的地方是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事业。如果你在读书的话呢，可能就是通过自己学习的场所认识的，也许是在团队合作之中，或者是在项目协作之中，或者是跟你是同公司、同学校、
通过自己的事业搭建的，也许是客户啦，或者你们两个人是有频繁接触或者是深入了解的机会的。另外呢，我们这边出现了舞蹈这张牌卡，那也有可能是在舞蹈课或者参加舞会、参加舞蹈俱乐部一个充满活力交流的场所之中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参加一些兴趣爱好培训班，或者是自己所在的场所里面是有一些舞蹈啊，是有一些演出，是这种欢快的氛围。那么在舞蹈之中呢，人们会通过一些肢体语言或者是音乐节奏，容易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哦。可能在见面的那个时刻呢，是非常热闹的，在那种很欣喜的心态之下，然后两个人有这种很激情心动的感觉。另外我们这边还出现了牙齿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在牙医的一些诊所啦，或者是在讲一些关于牙齿健康方面的活动环境里面认识的。虽然说这个地方听起来可能不太浪漫哦，但有可能大家会讲到一些共同的关于牙齿的健康话题，或者是关于牙齿的一些治疗过程的话题，然后慢慢去有更多的深交的。好，接下来动物这张牌卡也可能是在一些跟动物相关的地方，比如说动物园啦，或者是宠物店啦，或者是兽医诊所、动物的一些慈善救助中心，充满爱心或者是关怀的环境，有可能是在公园或者是在大自然中有动物的这种地方哦。无论如何呢，这个人应该也是很喜欢小动物的，你们之间呢可能会产生这种关于热爱动物的思想共鸣的。好，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时间这张牌卡，宇宙告诉你哦，当下呢更多的耐心一些吧。对于未来的恋情告白的这个人，他该出现的时候必然就会出现的。你们两个人呢，在感情里面大家都会蛮有耐心的，都会是很顺其自然，会慢慢的在很舒服的节奏里面不断深化提升你们对彼此的喜欢。可能不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很一见钟情很心动的人哦，但是呢随着大家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久，大家见面的机会越来越长久，接触的越来越多之后呢，会发现他是一个很值得依靠或者是很靠谱的人，会因为他的一些特质而真正的开始欣赏他，而真正的开始喜欢上他。当然他是先喜欢你的，是他对你告白的，然后在更多的接触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人呢是挺有魅力，而且性格品质都还是蛮好的。所以这边宇宙也告诉你哦，如果遇到你有感觉的人的话呢，你也会给予更多的一些行动，你也用一些积极的语言啊，或者是积极的行动来表达你的关心，表达你的爱意。如果对方这一次邀请你去游玩，或者是邀请你去约会的话呢，那么下一次你也可以积极的去邀请对方，不要总是等待着对方来付出，等待着对方来邀约。在感情里面，如果你想跟对方形成平等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对方邀请你，下一次你邀请他，这一次对方买单，下一次你也可以去买单。那这一次呢，对方送给你礼物的话呢，那么下一次你也送一个小礼物，不一定要送比他更昂贵的，可以是比他更便宜的，但最主要的就是有礼尚往来，这样呢才会有更多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理解、扶持的这种关系建立，健康的建立。其实宇宙告诉你，在这份关系里面呢，你们会不断的成长，你们会不断的加深这份情感。虽然不会是时刻都是开心的，也有让自己担心啊，或者是焦虑啊，或者是两个人要有磨合的地方哦，但是整个感觉还是很平衡的。
你只要在感情里面关注到真正让你幸福的事情，真正让你幸福的这种他的动作，并且赞扬他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你很喜欢，告诉他肯定他的一些部分，那么他就会把这些部分发扬光大，他让你开心的事情就会去做更多。同时呢，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对方做了一些你不喜欢的事，说了一些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直言不讳的讲出来。那么你讲出来呢，代表着你的真实，代表着你的需要，更容易让对方去懂你，更容易对方知道你的原则，你的底线是什么。不仅是爱情在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也可以这样直接的去表达，会减少一些情感之中的误会。其实这份感情呢，真的是可以走向幸福之门，可以让你进入到人生更加幸福的一个阶段的。接下来向你表白，想要跟你谈恋爱的这个人是可以去珍惜一下的，是可以让你有更多幸福的体验，也是可以让你的生命有更加的精彩，说不定可以进入到婚姻之中，很有这个可能那么我们就敬请期待吧，一定要相信你会幸福，那你一定会幸福的，保持积极乐观。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谁想和你谈恋爱呢？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然后开始为你做占卜解答。首先我们来看这边出现了期待、观望这张牌卡，那也出现了一个军队、正直这张牌卡，然后出现了一个会议。可以看到，也许你们两个人在正式的面对面约会之前，或者是在正式的告白之前呢，彼此都是有一些距离感的。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远距离的恋情开始，对有的宝宝来说呢，可能大家最先是有一定的接触的，然后对方也许他去当兵了，或者是对方呢他有一些事情要做，让两个人有一些小距离的分离。但是在这种小距离的分离之后呢，会发现其实很想跟对方在一起，然后正式的相约告白。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这一个人，或者是在旅行之中认识的这个人，认识没多久，也许就会有一些分离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些小小的分离，所以有更多的思念，有更多的想念，或者是在网络上认识的时候呢，就对对方很有感觉，在更多的偷偷关注对方的社交媒体对方的一些朋友圈、一些行动之后呢，越发的喜欢这个人，然后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有更多线下的见面、线下的约会。在更多的一些约会之后呢，慢慢的让这份情感更加的成熟，很有可能这个人呢，他其实最先看到你的时候，他就有好感，然后他会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接近你，来表达他的感情。他对你呢，可能是有很仰慕、很喜欢的心态的。但是这个人也许他可能是当过兵，或者是家人有军事背景当过兵，或者是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可能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保护欲望的人，在表达真心告白之前，他可能不会轻易的展露自己对你的喜欢。
那他会把这份暗恋呢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因为他首先要看两个人在一起靠不靠谱，合不合适，能不能在一起，不要是三观差距太远了，或者是这种现实的障碍没有办法去克服破除的话呢，他可能不会轻易的去告白。所以也代表着下一个想和你谈恋爱的人，他是严肃的，他是可靠的，他是在真正觉得你们合拍，然后想跟你建立稳定真心的情感之后，他才会去做表白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会以一种非常正式的或者是很有仪式感的这种表白状态让你看到他的真心，所以还算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在这份关系里面呢，他可能是一个值得让你珍惜向往的人。首先我们出现了圣杯4这张牌卡，代表着这个人呢，他可能有着独自思考的习惯，他可能内心是比较强大的不会喜欢随时的呼朋唤友在外界去寻找幸福。他一个人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很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很舒服，没有太多的寂寞感，而且他还有自己的原则跟界限。那不会是左右逢源，他不追求人情世故，他很直接，他很简单。他喜欢的人呢，其实感觉得出来，他愿意有更多的聊愿意有更多的互动。他不喜欢的人呢，他是不愿意去走近距离的，也不愿意去虚情假意。他希望自己生活更加的简单一些，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无论是说话也好，还是说人际关系交往也好，他都有自己的一些准则，也希望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面都是干干净净的，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的界限，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他是有边界感的。而且他也会处理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不会逢场作戏，特别的真实。那这一点很好。除此之外呢，他也有很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不会随大众，不会有很强烈的这种集体意识，有时候呢是比较有个人主义的，敢于与众不同，那敢于坚持自己的坚持，不会受到他人的一些影响。这个人他也很放松，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欲望，很享受当下，喜欢睡觉，喜欢休息，有自己懒散的一部分。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呢，就回家睡觉休息啦，就不要干太多的事情了。对金钱没有太多欲望，所以也不会去兼职，也不会去寻找太多的一些商机。那工作的钱呢，够自己生活无忧无虑的状态就好了，也没有太多物质的欲望，更喜欢断舍离。人际关系也好，还是金钱欲望也好，他都希望自己呢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放松，在思想上面也是处于很理智的，感情对待上面呢更多的在于一种随缘，遇见自己喜欢的那就去追求，没有遇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不急不躁。如果今生都没有遇见的话，那不结婚不生小孩也没有关系，接受命运所有的安排。其实骨子里面呢，他是一个很自由的人，他是一个愿意摆脱自己的限制性的信念不愿意有任何的束缚，不希望进入到那种以爱为名而去捆绑对方，改变对方的这种压抑感情里面，是希望人际关系大家都相处的舒服，感情关系也是自由自在的，包括亲朋好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不要有太多的一些要求。那他自己呢，也是很有冒险精神，
愿意去新的地方，愿意去认识新的人，愿意去探索新的一些事物，愿意有人生有不同的一些经历。他勇敢、乐观，不拘小节，而且想法不会特别的传统或者是封建常规，愿意跟随自己的感觉走，愿意去创造自己想要的幸福世界。他不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金钱或者事业成功或者是有大房子就是一种很幸福的状态了。他觉得幸福呢，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体验自己想去体验的这种自由感，他才觉得真正的是一种幸福。对于他来说，时间比金钱更重要，休息比工作更加的重要。他身上没有太多的奴性，这点很好，很难去说要捆绑到他，或者是诱惑到他，是一个不贪心的人，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呢，并不代表他没有合作精神哦，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团队意识的，他也可以跟别人好好的去进行合作，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呢，去努力去合作，这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他也愿意去做协调的工作啊，愿意去激发别人的潜能啊，愿意呢取长补短啊，去发挥各自的一些优势啊。其实他是很有合作团队精神的。在感情里面呢，他会觉得未来两个人一起去享福，一起去创造，一起去规划未来，一起去存钱，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事情，不会太过于的独立，只不过不要有太多情感上面的依赖，金钱上面的依赖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大家呢都是各自独自的个体，不要用亲情去捆绑，不要用孝顺去捆绑，也不要用爱情去捆绑。骨子里面其实他是很浪漫、很潇洒的。这个人特别的有个性，而且他的性格也是直给的那一种性格，不需要去猜忌是什么，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他也不会去压抑自己的感觉，压抑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呢会比较自我，但也是很真实的。对于爱情感情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热情啊，或者是非要不可，有一种云淡风轻的感觉，对很多事情呢都不太热情积极，没有太多的需求欲望。但真正的在团队里面，如果他被需要的话呢，他也会很好的去做承上启下的这种搭配的。所以他有随性的那一面，他有很潇洒自在的那一面，是一个很洒脱很大气的人，感觉有一些云淡风轻，感觉有一些自由不受控，其实是很有魅力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感情里面，首先他会是没有太多感情经验的人，他可能不是一个情商特别高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喜欢你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胡思乱想，他会想你喜不喜欢他呀，你瞧不瞧得上他呀，你到底是怎样的人，他应该怎么样表白去获得你的真心啊，如何可以让你开始欣赏他、敬佩他，他会有很多胡思乱想这种焦虑的情况。但是呢，他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期待，他可能也会祈祷，可能刚开始他有一些自我怀疑、自我否定，或者是在这个感情里面呢，他有蛮多的担心，失去一些信心哦。其实他在感情里面算是一个白纸，或者是经验很少的人，他会出现一些不知所措的情况，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他就不知道该如何表白了，就会出现不知所措啊，或者是不解风情的那一面哦。
他是一个不太会调情的人，在感情里面呢是很简单很纯真的，但这一方面呢又代表着他是一个很值得珍惜，他愿意在感情里面去听对方的一些意见，希望对方呢可能给他一些主导性，也可能他在感情里面不会特别的主动，有自己比较被动的那一面，希望对方呢来做引导。那么在这段感情里，他也是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配合者。目前看到呢，他最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欣赏你、敬佩你的，你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感。但是宇宙也指引你哦，遇到你心动的人，那你其实可以更加的主动性一些，那你的积极乐观能量呢是会感染到对方的，会让羞涩的他更加的开放一些，那会让被动的他更加学习主动一些。可能最刚开始他也不懂得讲甜言蜜语，你多肯定一些他，你多讲一些甜言蜜语，他自然就会学习到了。在感情里面，他是一个很公平公正的人，你对他好1分，他一定会还1分的。他是一个很注重自己的名誉，很注重胜利感，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那么在感情里面，他很诚实，他不讲任何的谎言，他会积极的去维护你们情感的和谐跟稳定，他也会不断的去克服感情中的挑战。最后呢，你们应该很可能会建立非常亲密稳定的关系。大部分的朋友，下一个和你谈恋爱的人，想要和你谈恋爱的人，可能都是你的正桃花哟。如果你们修的比较好的话呢，你们是可以建立家庭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讯息。在感情之中，你们会懂得如何去处理情感的这种压力、紧张感，你们也会脚踏实地的去做积极的动作，让你们的情感呢有更多的满足，有更多的稳定，你们也会收获到周围家人朋友的祝福的哟，所以是好的桃花。那这个人到底出现了吗？首先我们出现了圣杯国王这张牌卡，可以看到这个人呢，他是很温暖的，他给你表达过支持，他愿意去理解你的感受，体贴你的感受。可能你们之间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的，但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联络，失去了这种情感互动的积极性。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也许之前出现过一些误解，出现一些误会，让彼此呢还没有完全向大家都敞开心扉，大家都是有一些隐瞒的，或者是有一些不信任的感觉。但是呢，在未来很有可能你们会再一次有很亲密的互动，然后大家有积极的联络，会有新的机会，会有新的可能性，让你们破镜重圆，让你们重修旧好，让你们雨过天晴哦。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朋友，有的人呢，可能这个人是你前世就遇到过的缘分，然后在今世呢再次的重逢，然后这一次你们就会来修正过去的一些错误，让两个人有更多情感紧密的建立，让两个人呢更多的爱情的技巧，更多的磨合，可以展望未来，创造情感甜蜜更强的可能性。那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也许是你的前任，或者是你之前错过的缘分，之前也许有一段时间的联络，然后在不久的时间，也许是在未来的3个月之内，或者是5个月之内，你们就会再一次的联络起来。在这一次的联络之后呢，大家会有更多开放的心态，放下过去的失望，或者是放下过去的这种创伤，这种误会，重新去建立新的关系，加强你们之间更多的沟通啊、交流啊，会有更多真实情感的互动，然后
创造新的更美好的机会，让你们的感情呢更加的紧密和顺心顺利，可能有更多建立承诺啊，建立婚姻啊，建立家庭的这种可能性哦，是可以达到更加乐观积极的未来的。而且在这份感情里面，大家会有更多的升华，去找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往更好的一个方向转变的情感过程。那么这个人呢，你之前是遇见过的。好，另外呢，下一次或者是之前遇见，又是在哪里遇见的呢？宇宙会给你怎样的一些注意讯息？汽车这张牌卡代表着交通，代表着移动，可能是和汽车相关的地方认识的，比如说在这种公交车上啦，旅行巴士上面啦，或者是地铁捷运啦，或者是在出租车里面、驾校、停车场、汽车旅行的时候，或者是在参加这种汽车销售展览会的时候，或者是购买车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一些飞机场啦，或者是巴士站啦，或者是在一些交通的工具上面流动的时刻认识的。那对于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学校认识的，也许是在一些学习交流的场所，可能是大家同学啦，或者是同一个学校啦，或者是参加同样的兴趣培训班啦，或者是参加一些讲座、研讨会、一些教育活动的时候认识。如果说你在工作的话，也可能是你之前工作的同事，或者是通过事业认识的。那我们这边还出现了赤裸裸的这张牌卡，也许是在一种比较私密的但是开放的环境之中，比如说按摩、游泳，或者是一些桑拿、媒体的一些地方认识的，也可能是在健身房，就是跟身体呢赤裸，或者是一个身体展览的地方认识的。那么这边我们还出现了食物这张牌卡，有可能是在餐厅啦、咖啡厅啦、食品市场啦、集市啦，或者是参加一些烹饪课程，或者是参加朋友的聚餐，这样的一个有食物、有吃饭的社交场所交流的这种重要场所所认识的，很可能就是这几个地方。那么宇宙呢会告诉你哦，任何事情其实都不会100%的有一个确定的可能性，所有的事情其实人生都是有风险的，都是有50%的胜，50%的可能失去，50%获得这样的一种能量。无论是你是开公司创业也好，还是说结婚也好，还是说选择恋人也好，你没有办法说跟这个人在一起，未来100%的就会幸福，大家就会不再吵架，没有任何是可以肯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赌博。只要呢，在你遇见你喜欢的事业，或者是你喜欢的人生选择，或者是遇到你喜欢的爱情的时候呢，你不要害怕去冒险，只要大胆去追求自己想要的，那么总是会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好，意想不到的成长。遇到自己心动的喜欢的人，那就主动的去追求。如果之前错过的缘分，那再一次的可以联络。你想念对方的话呢，那你也去主动的邀约对方吧，把这种幸福的可能性，把这种赌博的胜率抓在自己的手上。如果你不行动的话，那么你连这50%的可能胜率都没有。只要你去行动的话呢，至少来说你已经赢了一半了，好吗？在爱情里面，
去尝试新的事物，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吧。这些呢，都会让你更可能去显化你的美好。另外呢，重新评估，重新去思考一下当下你的感情状态，或者是你本来已经经历过的一些人际关系，去审视一下你的感情生活，看看自己是否有需要调整、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或者是方法，让你的人际关系更加的美好啊，或者是自己提升自己的爱情技巧啊，去稳固自己的人际关系，去提高自己的情商，你是可以做到更好的，你还有进步的空间。还有就是呢，其实更多的看到感情中美好的那一面，宇宙希望你更多的看到感情中的美好，欣赏跟珍惜每一个美丽的瞬间，不要去纠结对方身上的缺点，对方不好的地方，最主要的是看到在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快乐的时光是不是更多一些，满足的时光是不是更多一些。如果一直盯着一些错误，或者是小小的这种芝麻小事情让自己的情绪低落的话呢，其实大可不必。最主要的是眼光放大一点。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感情，它给你带来大多数时候呢，都是很有爱的，都是很幸福的，也让自己漂亮了，或者是帅气了，更美好了的话呢，那这个人你就势必要去珍惜，要去在乎的，也是需要去付出的。如果跟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感情让你越来越难受，让你可能情绪价值是非常差的话，那就马上转身离开。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美好，自己的快乐，不纠缠，那么也拿得起放得下，该珍惜的该去爱的就大胆的去爱，大胆的去追求吧。在这种勇敢，在这种果断的行动之下呢，你会越来越丰盛，你的人生体验会越来越精彩，你会越多的享受生命的活力的。而当下呢，你正在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帅气哟。在关注自己的同时，也关注哪些人是可以给你带来力量的吧。好吗，亲爱的？具体的来讲呢，下一个恋情，这个向你表白的人，你们是可以有美好的情爱关系的，值得你也去滋润培养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谁想和你谈恋爱呢？你跟这个人之间又会有怎样的情感故事？宇宙会给你怎样的指引？我们先来展示牌卡，接下来开始为你做占卜。到底你们之间认识了吗？哇，这一个情感很可能会收获到满足、幸福和成功。首先，这一张牌卡呢，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注重名声、很注重信誉、荣耀的人。他是做事情很有目标感的，很有明确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人生计划，并且会脚踏实地的朝着自己目标前进。他为了追求荣耀是可以严格要求自己的，是有比较高的一个自律性，并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出来的话，讲出来承诺的一些事情呢，他应该都是会去努力做到的。对自己有高的期望，不满足于平庸平凡，会不断的追求更多的成功，更多的认可，更多的一些尊重。他也会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的竞争能力，无论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啊，还是说在为人处事上面呢，他都会尽可能的去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成为一个人上人。除此之外，他也是很有责任之心，
有一定的决心毅力，面对困难挫折呢，会坚持不懈的去努力突破困难，不是逃避型人格，那也不会自负，是积极争取的，并且也有高的自信心、高的自尊心，敢于面对所有的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也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断提高自我的价值，也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喜欢跟别人沟通，喜欢去在团队里面承上启下啊，或者是尽力管理，有一定的原则性，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会轻易的去妥协，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这个人是一个心智很有力量、成熟的人。我们这边出现成功的爱呢，代表着你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一定会有美好的结果的，一定会是一种花开富贵、很锦上添花的爱情。两个人是会在思想上面达到很多的一致，兴趣爱好上面呢，应该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喜好，大家可以在同一个频率上，可以互相成就彼此，给到很好的情绪价值，给到很好的激励。并不代表选择这组宝宝的朋友，你们每个人可能下一个恋人都会结婚了，但即使最终没有走在一起，他都会给你一生很好的影响，会给到你足够的满足、美好的回忆。而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哦，他本身就是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或者是自己的文凭比较高、事业比较好的人，他可能也有储蓄的习惯，是有一定的财富，银行呢是有一定的存款数额的，而且他对待你呢，应该也是比较大方慷慨的。首先，我们出现了倒吊人这张牌卡，可以看到他喜欢思考，喜欢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一件事情，所以是一个很有头脑、想法很敏捷、很聪明的人。有时候呢，他可能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些真实想法、一些真实目的，而且他也是一个目光很长远的人，可以为了更大的一些目标、长远的利益去牺牲一些眼前的这些利益，不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哦，是很有智慧的，而且他的命好，这个人很幸运。也许他的家庭条件本来很好，从小呢就衣食无忧，或者是从小呢就让他去了很好的一些学校，让他有很好的一些锻炼，去提升自己的心智。也可能他自己呢本身就是一个心思很善良、很正直的人，他做了很多的好事情，所以让自己也是蛮有福报的。不会出现太多挑战，或者是小人，或者是复杂混乱的一些人际关系环境的这种打扰。总之呢，跟他在一起了，你会觉得很顺利、很舒服，而他呢也会很有弹性，顺应生活中的变化啦，那善于去找到一些机会啦，找到商机呀，找到突破自我的一些机会啊。总之呢，他是蛮有能力的，而且他会很好运相伴。这个人他也很懂得不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很多事情呢，他都会有至少2个选择，或者是2个解决方案。他不会，他头脑保持清醒哦，不会说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人生状态，只有一个规则，他是愿意去打破所有的一些规则的。
是一个思想比较时尚、比较前卫的人，而且也会尽可能的找到平衡。他会客观的去做一些判断，他也很有方向感。现实生活中呢，就是东南西北啊，走过的地方他会很记录，或者是他就很知道方向，即使没去过地方，告诉他往哪个方向走，他都知道。那也有可能在生活里面呢，他很少出现一些茫然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刻。他应该很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适合自己怎样的一个生活状态。那么在选择上面呢，他可能更加的有方向感，更加清晰。包括在爱情，他也很清楚自己适合怎样的爱情，适合怎样的爱人。当他向你告白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你们两个人是可以达到很幸福的在一起的状态的，一定是非常合拍之后，他才会去告白，才会去做追求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且他一定有信心，他在告白之后你是会答应他的。所以这个人呢，他有坚定的方向感，他有领导能力，他也有这种掌控局面的能力。另外，他也非常的孝顺，很注重家庭，注重朋友之间的团结、亲密的合作，寻求情感上面的满足。他的爸爸妈妈呢，应该是有很好的合作陪伴关系的，所以呢，这种情感的安全感，这种情感的满足感也传递到他。他应该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建立家庭，追求这种和谐幸福的关系。他也很懂得如何去营造这种充满温馨的、浪漫的、支持的环境，希望可以给自己所爱的人呢带来情感上面的满足。那也希望呢，在大家建立恋人关系之后，自己也可以为对方的爸爸妈妈去表达一下这种团聚、家庭和睦的信心跟决心。所以很有可能，比如说他星期一到星期四是自己工作，建立自己的人脉，那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自己的家庭日，不要谈工作啦，不要去认识朋友聚会啦，而是呢跟家人在一起，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或者是经常呢他喜欢组织这种家庭的聚会活动，是一个很注重亲情关系的人。这一点非常的好，你会很欣赏他身上的这个特质的，会给自己、会给家人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带来这种情感上面的满足感，这个非常重要哦。因为家庭的和睦呢，其实就影响着你的人生顺不顺利。那么这个人他很幸运，也可能代表着他在这种孝顺上面啊，在做家庭维护上面是做得很好的，人际关系上呢，他会尽可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去给到一定的关爱，去分享他本身就有的这种快乐幸福，所以身上呢是有一定的福报的。而你们两个人最刚开始可能是从朋友开始的，是慢慢，他更多的喜欢到你，他更多认识到你的为人品德之后呢，开始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被你的魅力所征服。所以也代表他不是一个外貌协会者，他也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不会以别人的外在条件就喜欢上对方，他不会太过于的注重一时的激情或者是感觉，他更多的注重对方的人品素质跟修养。所以在你们成为朋友之后呢，他可能就对你慢慢产生了爱意。当然在他对你表白之前，他可能也会有一段时间的纠结。那怎么样去表白呢？会不会本来你们是比较好的朋友，那你在他面前是很放松自在的，万一他表白之后
你拒绝了，会不会产生这种尴尬感，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呢？所以也会有一段时间的犹豫跟不确定性。那当然他也会花一些时间来克服这种犹豫，然后慢慢的去了解感受你对他是否也会在意。在感情里面呢，他是会很有仪式感的，不管是说告白也好啊，还是说求婚也好啊，还是说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日子，在一起的日子，你的生日呢，这些他都会记得的。至少来说，他会记录在自己的手机上面，他会记录在某一个地方，该准备浪漫惊喜的时候，该庆祝的时候，他都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仪式，会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让你感觉到他的真心实意。OK， 这张牌卡呢，当然就是一个很积极的信号啦，表明你们在感情的发展上面，其实大体来说还是很顺利的。你们可以一起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让你们的关系保持在一个很乐观的情况之下。他很认可你，你也很认可他，两个人心态都觉得很好。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彼此团结的话呢，那没有过不去的坎，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也可能代表你的家人或者他的家人呢，对你都是很正向的认可。你们之间是会朝着结婚而去建立感情的，你们会朝着建立家庭这个目标去发展，建立更持久的未来。而且两个人都会很有计划、很有规划、很有目标性的去完成这件事情。在你们感情之中，友情是基础，从朋友开始发展成更深的情感关系，而且两个人呢都是会有很多的成长，你们会共同的去规划实现感情更加的长久稳定，没有太多不顺心不顺意的事情，就真的是遇到了正缘，真的是遇到好的缘分，就自然而然就很紧密的走到婚姻里面去。而且两个人都是很坦诚的，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去商量，一起去商讨。两个头脑呢，肯定是要比一个头脑想出来的方法啊，或者是计划更多更好，都是会愿意去倾听对方的想法呀。那可能即使今天你工作上有不顺心的事情，你不知道怎么样处理了某一些同事人际关系或者一些事情，你都会问他，告诉他你遇到的麻烦，那他会倾听之后呢，讲出他的一些意见，他会感同身受，尽可能站在你的角度去帮你做一定的分析。在这些很直面的沟通之下呢，你会觉得两个人是很好的合作者，所以在感情里面，你们又是好朋友知己，又是搭档，又是爱情的浪漫主义的搭配，非常的协调，非常的好，这种关系。好，那这个人到底遇见了吗？可能当下还并没有遇见，但是应该很快就会认识了。也许是在8天之内，或者是8个星期之内，或者是8个月之内，就会认识这一个人。那么最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只是朋友关系，没有说对感情有太多的激情，一定要跟对方产生这种爱意哦。其实是在一种很顺其自然的这种心态之下，慢慢去接触的。而且大家最刚开始呢，对于感情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谨慎的态度，对于他也是，对于你也是，不会因为一时的这种冲动、生理反应就去表白。大家都想去挑选建立家庭的人，想要建立稳定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刻呢，正是这种比较正向健康的心态，让你们的情感有很深的地基，有很强的这种情爱基础。即使未来出现了一些困难啊，或者是有人在你们面前说三道四的话呢，你们都不会去
听信别人的一些闲言闲语的，你们彼此是有很强的这种忠诚感，你们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经历过一些事情的考验之后，建立了非常忠诚的关系。但是对于有个别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个人你已经认识了，不过当下呢，你们还只是朋友的关系，还正在去观察彼此，可能还没有经历一些特别事情的考验，还没有产生到爱情的火花上面去。无论如何，你会当下呢开始逐渐的去开放自己，愿意去接受新的情感机会的，这是很好的。当下呢，宇宙告诉你就漂漂亮亮的、帅帅气气的去接触你的朋友，去展现你的魅力吧，你就做真实的自己就好了。总有一天呢，他会因为真实的你而心动，而表白的。当下你先好好的爱自己，那么在感情表白时机到来的时候，自然你就会知道了。说不定你们有的人已经有一些感觉了。那现在我来提示一下，跟这个朋友是在哪里认识的呢？让你更加的清楚一些。好，第一张牌卡呢就是电脑，代表着可能是互联网上认识的，或者是通过一些社交媒体、一些网络游戏，或者是网络学习环境之中认识到的这个人。你们可能是借助了网络啊、电脑啊这些平台，让你们有更多认识、交流、互动的机会的。我们这边还出现了金钱这张牌卡，也可能是通过一些金融机构、银行、投资公司，或者是一些经济活动，或者是你在逛街的时候认识的。总之呢，可能是在有金钱交易，或者是金钱有共同经济目标的这种情况之下认识到的。那也很可能你们是有共同的信仰，我们这边出现了教堂、寺庙、礼堂这张牌卡，也许是去参加一些宗教的仪式啊，或者是自己去庙里拜拜的时候认识到的对方，或者是在一些文化庆典之中、社区活动，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很正式的婚礼，去教堂婚礼这些场合里面认识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还出现了礼物这张牌卡，可能是在生日聚会、礼品店、慈善活动，或者是节日庆典，可能是在赠送或者是接收礼物的过程中遇见的这个特别的人。你们在的这种场合呢，可能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悦。好，接下来出现了电梯这张牌卡，也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流动的地方，比如说有电梯的办公大楼啦，或者是公寓啦，或者是商场啦、酒店啦，在不经意间遇到的一个特别的人，转角遇到爱，可能很偶然的情况之下相遇的，也非常的奇妙。最后呢，宇宙想告诉你，不要害怕参加社交活动或者是约会，主动的接受或者是发出邀请，就可以创造更多认识新人的一些机会哦。比如说网络上面的一些相亲网站啊，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呀，其实你都可以去登一下自己的这个讯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面呢，要去1年之内认识很多人，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些比如说本来就是认识朋友的社交网站上面，你可能1个月之内都可以去认识几十个人，或者是你在1天之内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讯息，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做筛选。所以呢，不要排除网恋，或者是排除去参加一些社交媒体，因为它是很快速的，就可以帮你看到哪些人是适合你的，哪些人是不适合的，你快速就可以去做一个筛选。另外呢，也希望在
遇到自己有感觉的人的时候，那么主动的去联络，打一个招呼，即使是在电梯里面，如果这个人你感觉还不错的话，你也可以主动的去说几句话呀，说不定你们可以先做朋友，先可以互动起来，然后你再看这个人的人品如何，如果合适的话呢，再往下一步说。多一个朋友总是有好处的嘛，多去认识一些人，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人际关系交往的技巧啊，也可以增加自己的情商。放轻松，在感情里面呢，放轻松，不要给自己或者是给别人过多的一些压力了，真实自然的去表达你的心情，表达你的想法，那就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舒适的。当你越是无欲无求的时候，那你收获的丰盛越多，生命给到你意外的惊喜也越多。当你越是苦苦的去追求一样东西，欲求不满的时候，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因为你已经在苦苦的追求了，就代表你的能量很低了，你的欲望呢，已经让你有很多的负能量了，你反而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对任何事情都兴高采烈的，宽容自己，宽容所有人，你觉得所有的事情呢都是美好的安排，越是这种心态呢，就代表你的能量越高。那能量越高的话，就代表着你能承载的福气越多。那个时候你遇到的人，他的性格品质能量也就越高越好。那个时候呢，你遇到的幸运的事情相对来说它就是更美好的。所以亲爱的，当下呢放轻松就好，先休养身心，先调整自己的能量，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自己吧。不要内耗，不要去在意别人在说什么，别人是做什么，就关注自己哪种状态是自己喜欢的，你就大大方方的展现你自己就好了。所以亲爱的，你将收获到幸福。那下一个想要和你谈恋爱的人呢，你们是可以建立婚姻的哟，他的人品呢是不错的，可以好好的珍惜当下，也值得你期待。希望今天的占卜呢给予你一定的价值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你在地球玩得愉快，下期再见，拜拜。